大家好，我是芊芊。本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Marginal 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因为它更新了第4代版本。但是我这个视频不会介绍从3到4更新了什么，而是会从零基础，也就是你完全没有用过 Marginal 这个角度来介绍。因为这个 app 的学习成本真的挺高的，所以我会讲的比较仔细。如果你刚刚打开 Marginal 呢，你会发现在文档当中自带了一个官方的使用介绍，也就是这个视力学习集。右边这个 PDF 是我自己添加的，我今天就会用官方的这个视力学习集来进行介绍。这个页面设计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左边这里是文件夹的一些集合，可以隐藏起来。学习集库就是存放所有学习集的地方，然后点击新建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学习集。那为什么它起了这个名字叫做学习集呢？我们具体的打开来看。打开以后你会看到页面是分成3个部分的。左边这里就是在这个学习集里面都包含什么内容，主要就是2个部分，一个是脑图，也就是右边的这个部分思维导图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文档。脑图这整个部分我们等会儿再看，先看文档这里。以给的这个例子为例，我们把左边这里隐藏起来，然后先把右边的这个脑图关掉，只开文档，然后点击对照阅读，然后我们比较一下高等数学的这个教材和学习笔记，你会发现它这个学习笔记呢，基本上就是摘取了教材当中的一些知识，然后整理了一下。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习题集不是从教材里面来的，那么这个习题集是怎么添加的？也就是说我怎么在一个学习集当中去添加一个内容，比如说我想添加一个错题本，那我怎么在这里添加呢？我们点击这里面的加号，然后你会看到这是你所在的所有的 Marginal 里面的文件，然后我们怎么创建一个呢？点击这个导入的小图标，如果你想从外部导入，那就可以导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创建新笔记本，然后这个笔记本就会创建成功了。这就是如何在学习集里面创建新的内容。然后我们可以修改一下创建的这个笔记本的名称，要在上面这里点击3个点才可以修改。那点击这个图标，我们现在把脑图重新拉回来，材料内容的放大缩小呢，双指缩放就可以了。左右两半部分占屏幕的比例可以按住这个按钮拖动。工具栏可以点击这里放到最大，或者是缩到左边。那我习惯是置顶工具栏的。工具栏置顶之后呢，文档这里就相当于独立出来了，可以自由的移动。你就可以把脑图放在左边，然后把文档放在右边，再把工具栏置顶以后呢，这个位置就固定了。然后介绍一下上面这个工具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4个摘录工具。如果你没有进行设置的话，你看到的应该是3个。这几个摘录分别是文本摘录、矩形摘录和留白摘录。首先文本摘录，在文稿中选中之后的内容会自动的识别文本，在这个卡片里面是可以直接编辑的。矩形摘录选中之后会形成一个文本框，它是以图片的形式存在的，不能编辑，因为没有识别文本。还有另外2个摘录形式，为了看着方便呢，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复制为新工具，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改为套索摘录，这个就是留白摘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4个摘录工具。套索摘录在使用的时候就是框选你想要摘录的内容，它形成的这个范围完全就是根据你画的这个套索的范围形成的。这个卡片也是不能直接编辑的。留白摘录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将我们想要摘录的内容框选出来之后，会自动的添加一个留白。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便签，我们可以在这个内容上进行编辑，不仅仅是一次编辑的内容可以同步到右边的这个卡片里面，那第2次编辑的内容也可以自动的同步到右边的这个卡片里面。那这是4个摘录工具的大概样子。这4个摘录工具下面有一些是可以设置的内容，首先就是可以分别设置一个名字显示在图标之上，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其次可以分别设置一些颜色以及样式，样式其实就是这3种，一种是摘录之后加背景颜色，并且加外框，一种是只有背景颜色，一种是只有外框。那默认的这个样式就是只有外框的这个样式，这里只影响摘录之后在文稿当中的显示，那摘录出来的内容结果是一样的。可以设置一个标签，只要添加标签之后，再摘录出来的内容就会自动的打上这个标签。如果你没有给这个摘录工具设置名字，那么在这个图标之上显示的就是标签，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连续摘录是什么意思呢？打开这个连续摘录，那么我接下来再摘录的内容不会形成新的卡片，而是会合并在同一张卡片里面。如果打开这个摘录遮挡，也就是摘录的内容除了形成脑图中的卡片之外，原文稿会自动的覆盖住，就像胶带一样。画重点或填空，这个意思就是呢，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些摘录内容的单词都是可以选中的，或者可以选中一句话，下面会添加上蓝色的这个虚线，这个内容就是你画出来的所谓的重点和填空的题。
那怎么使用呢？主要是在复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下面添加蓝色虚线的内容呢，就变成了填空的那个部分，就可以用来背诵了。下一个功能叫做转换矩形图片为文字，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在使用矩形摘录的时候，它摘录出来的内容也同样的可以识别成文字。这个功能对于套索摘录、对于留白摘录都是同样有用的。那你看，在文本摘录的时候，它就是没有这个选项的。下一个功能是覆盖默认自动化设置，打开以后，你可以设置是否将摘录出来的卡片添加到脑图，你当然可以关掉它。然后你可以默认摘录出来卡片插入到哪一个脑图当中。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可以按照文档的目录，我现在根据这本教科书中生成的目录呢，转化成脑图。如果按照文档目录摘录的意思，就是摘录出来的卡片会根据这个大纲结构排版，自动的放到它属于的那个章节下面去。目录生成脑图这部分内容我后面会演示的，大家不用着急。那也可以按照文档，按照文档的意思就是，如果左边这里添加了2个以上的文稿，我这里添加一个，那么摘录时的内容属于哪篇文稿，就会自动的添加到哪篇文稿的脑图当中去。也可以按照上次的位置，那么就你不区分文稿也不区分脑图，你按照上次的位置依次添加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默认摘取出来的卡片都是要添加到复习内容当中去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几个选项设置好以后，打开这个覆盖默认自动化设置。如果你不想要设置的话，也可以关掉。这几个功能在其他的功能键当中也有体现，可以再设置的。那补充一下，就是在使用文本摘录的时候，下面会多出来这样一个功能，叫做文本准标题，也就是我们直接选中的这个文本摘录出来的时候，形成的是这张卡片的标题部分，它不是内容部分。好，首先是以上关于主要摘录功能部分的介绍。第一个，这个小房子大家应该看到了，就是直接退回到主界面。这个图标是打开或者关闭脑图。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工具，就是这个小手。第一个用 Apple Pencil 选择，得给它打开，然后就用 Pencil 直接选择一些文字。然后接下来可以有别的操作嘛？那如果你关掉这个的话 ，Pencil 就只能划来划去了，啥也干不了。如果你想问这个选择工具它和另外4个摘录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使用选择工具的时候去选择一个文本，如果你选中的是单词，那么这里会出现复制。如果框选图片也可以选择复制，那么这个功能是摘录工具当然不具备的，并且复制之后它是可以粘贴的，框选这个图片可以粘贴，并且可以回原。如果框选图片之后长按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以这个图片为内容添加一个新的笔记本。你可以不保存，那么它就以虚拟文档的形式存在，点击这个加号再改个名字，它就可以保存下来，成为学习集当中一个新的内容。所以就是当你想处理这个教材又不想这个内容出现在脑图当中的时候，你需要使用的是这个选择工具，而不是4个摘录工具。我们看一下双击创建留白。留白是什么呢？这是 Marginal 4的一个新功能，我演示一下啊。比如说我现在把 Apple Pencil 的这个笔尖放在这个位置，双击一下，那么这里会多出来一个空白的部分，就像一个便利贴一样，然后它默认的形式是手写，你也可以点击这个 T， 然后用键盘来打字输入。手写的时候呢，这几支是笔，然后橡皮，然后你可以使用套索工具来移动这个内容，点击一下。还有另外3个功能，就是可以粘贴，然后添加文本框跟添加图片。然后我点击这个嵌入图标，你会发现这个留白部分正好嵌入在了我当时用笔尖点下的那个位置，这个就是留白功能。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打开双击创建留白，或者关闭它，用 Apple Pencil 长按页面也可以选择这个留白功能，可以用来补充做一些笔记什么的。然后这个留白你也可以选择给它折叠起来，折叠起来以后呢是这样一个图标，再点就展开了。然后可以给这个像小纸条一样的东西添加一个颜色，省得你到时候分不清楚。那如果不需要的话呢，这里可以选择删除。留白内容也可以添加到脑图里面去啊，也可以添加一个标签，这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功能倒是都有。然后注意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3个小点，然后我们发现关于留白功能这里有几个选项你是可以选择的。现在像我这样的嵌入也可以选择页边，那么这个笔记当中的留白就都在旁边了，也可以选择统一折叠起来。那这个功能就是留白。留白就是给文档当中添加一些便利贴嘛，记笔记的位置不够。相反，如果我想要删除一部分内容，就不删除全部的页面，有一个功能呢叫做折页，选择一部分内容，选出来以后点击折页。比如说书中有些内容我非常熟悉了，非常简单了，你就可以给它折叠起来，不需要每次打开这个文档就得重新看这部分内容。那折页的小图标是这个，点击是可以打开的，这样就复原了，这样可以继续折叠。折页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是想把这个内容和这个内容放到一张卡片里面，又不想留下这个白边儿，我只要把它折起来就可以了。这样我在使用矩形摘录工具，这个卡片就是我会想要的。那这两边的虚线是可以拖动的，灵活度很高。选择工具剩下几个功能都提到过，我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来看一下摘录工具设置，顾名思义，这里面的设置就是针对于这4个摘录工具的。首先就是要不要把摘录下来的内容自动添加到脑图，一般当然会打开了。那如果你在文档当中添加了留白，要不要添加到脑图？这个你可以自己选择。脑图插入的位置，这3个之间的区分已经提到过了。那添加到复习卡片组，大家可以进行设置。设置的方法就是在右上角的3个小点里面打开复习。那么复习卡片组，大家可以自己添加多个你想要让你添加的卡片自动添加到复习卡片组里面吗？并且添加到哪一个卡片组里，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关于 OCR 这个部分是 Max 用户的功能，我不是，所以我也没用过，这部分我就不说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双文对照功能，这个功能呢也可以在右上角的3个小点当中找到。首先就是如何打开双文对照，这可能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学习界面。我们首先关掉脑图，让空间更大一点。现在怎么同时打开2个文档呢？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点击这个小图标。第二种方法是我可以用 Apple Pencil 长按这个没打开的文档，拖下来，拖动到左边或者是右边都可以，这样也可以实现双文对照。我们打开这个，首先就是你可以设置对照个数，可以同时最多开3个文档，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这样点击选择，点击选择，或者是拖动来打开。保存对照视图这个功能只能在同时打开2个文档的时候使用，这个功能就是绑定2个文档的意思。我现在把高等数学和学习笔记这2个文档同时打开，然后打开这个功能绑定在一起。那么当我现在取消对照，打开的是学习笔记，那么我一旦打开对照阅读，另外一个部分就一定是高等数学的教材。同样的，我现在取消对照，打开的是高等数学的教材，然后打开双文对照，右边这部分也一定是学习笔记。大家可以理解为2个文档之间的1对1绑定。